我是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大姐，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很紧张，反而是越到后来的时候越松弛，我都觉得我不用那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弟弟妹妹其实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性格，然后这些人呢莫名的在一起，他会散发出一种感染你的力量。就是让你有一个安心舒心，然后你也会跟着他们笑。我真的是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，我自己非常清楚在哪一个时间段打开了哪一层门。所以其实花少对于我来讲，其实是一个第一次说你能够主动的敞开，因为这几个人在，然后你敞开心门的这样的一个旅行。想感受啊，小妹。那个，嘿嘿，就是其实花少一直是旅行类的一个团综嘛，但今年我说对于我来说，其实很像一个成长类综艺，因为换上你又学我啊，你又跟着模仿我。对，很像一个成长类综艺，因为这次其实大姐给了我很多任务，我特别高兴，我能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或者说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大姐，然后做到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然后包括涛姐也一直愿意给我捋清思路，去教我这些事情。兰姐的，就是一直跟我说，你就做你自己就好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这个样子。就这个感觉是，就对于我来说很像一个养成类的感觉。然后我也很，就谢谢超哥和夏老师。谢谢超哥和夏老师，就是愿意，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像一颗种子，是有这颗种子的，但是超哥和夏老师愿意发现我这颗种子，然后哥哥姐姐们就不停的给我浇水，然后不停的让我发芽，给我施肥，然后施养分，然后让我真的像爬山虎一样不停的成长。其实，在上花少舞之前，然后有网友就说我是花儿与少年的雨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是老是调侃自己。这次节目开始了之后，然后有我们大前采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你觉得你现在还是花儿与少年的雨吗？”我说我还是，但是现在我也开始慢慢绽放自己了，我也敢绽放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我觉得人的就是我的价值被肯定的时候，我特别高兴。包括这次我又有了一个新身份，什么新媒体运营官这个身份，包括是凯丽姐，每次都招，我其实特别喜欢，就是那个然后被人信任的感觉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所以我说我觉得虽然每一季重聚起来很难，但是我觉得认识新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儿。我们花少舞的时候就一直北斗七星一直在追着太阳跑，看日出看日落。这一次我们还是追着太阳跑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，我说其实我们认识新的朋友，在做着同样疯狂、同样浪漫的事情，也是很酷的。我觉得未尝不可，为什么不呢？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说得好。我觉得不管是第几季的人来，只要是花少的人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冥冥之中的缘分，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。当然了，作为第一季的老人儿吧，我也要就是送一个礼物给《花儿与少年》的好友记和整个节目组。还有这环节呀？这个礼物呢，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天天放在我床头的柜子里，一放啊，就真的放了10年。哦，因为10年前的最后一次的导游是我。你知道群里都是你们在说话，我们很少说话，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智能手机。这个是当时我们用的这个手机。然后呢，还有我们剩下的欧元可以给你接着用，妈呀，我这怎么毛孔都有？我可1分钱也没眯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有多少啊？我给你数数啊，1、2、
是挺不少的。谁有那脸花这钱呀？这个钱得封存啊，好吧？哎，我的毛孔啊！200、300、400、600，太有心了，涛。这是10年前的那些钱。我留给你们，万一要是不够用了，记住，还有我们呢。妈呀，这是。这是我们就是7个人在分别的时候，那次是在西班牙，琴姐先走，我说我想让她给我留个签名，留在这儿，然后还有后面我们每个人，然后就是佩佩姐当时给我写的那个东西，我也一直放在包包里。那个时候她就觉得我压力很大嘛，然后就给我写的这个字：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不愧我心。与涛儿共勉，佩妈。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花少之后的每一天，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人生思考。就是当我觉得开始有自我怀疑的时候，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。就当我希望未来还有动力的时候，我觉得有这句话也够了。佩妈的身体已经特别不太好了，需要搀扶着。那天啊，就是我在想，因为我们到了10年后自己年龄的一个阶段，那么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讲也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阶段。我就在想，佩妈那个时候60多岁，拎着一个小箱子陪伴着我们20多天，我都很担心我自己60岁的时候有没有她的这个能力。而且它是我们当时的情绪价值，它是我们的一个暖心的依靠。所以，如果将来我们60多岁，也许花语少年还有未来的10年的时候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当一个老太太，拿着一个小箱子，拎着一个小箱子，参加一次。我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缘分，留下最美的回忆和最亲切的朋友。之所以就是心情这么难以平复，都是因为第1季带给我的一切，都是人生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，它是特别的。当涛姐拿出来这个的时候，其实唤醒了10年前的很多记忆。我们曾经的故事，曾经的美好画面，就是更加的想念我们花少一其他的成员。好像就是这是我们花少一和花儿与少年就这个节目，就是就马上要结束了啊！对。你好，张翰。姐姐你好。对吗？对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找不着楼梯。是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台长。哎呦！好姐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吧。来！哎呀妈呀！亲爱的姐姐，海丽姐。挺不舍的，但是就是人生嘛，人生就是无数个相遇和无数个再见。这段旅程够我回味好久的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，也期待今后，就像涛说的，我们再老点时候还能再回归花少，我们还要一起去旅行。它不光是一程旅行，它就像人生的道路，是
不知道终点是怎么样，不知道我们的路程当中会遇到什么。但我觉得，所有我经历的，都是能够珍藏的。这个情感很让我触动，很感动。涛姐把这些很珍贵的东西保存了10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事情。他们能来的是出于对花少的情感，这种情感的浓与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能够表达清楚的。那一刻我有些羡慕。你会发现时光真的很快，原来那是10年前的，一定是那段时间几个人在一起相伴，在他们那个岁月里面是对他们影响很大，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还能再遇见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温馨的事情。